据说地球早已被恐怖的外星怪物所占领了，因此我从小到大都被困在这个避难所。然而我根本不相信外面有什么所谓的外星怪物，所以今天啊，我一定要逃出去。我去，来了来了，他们来了，兄弟们，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，咱们必须赶紧破开这道大门。唯一的方法就是用这个钻头把大门给切开。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一个错误的决定，但是我决定赌一把，我赌外面没有怪物。赶紧的，赶紧的，这钻头怎么转得这么慢啊，兄弟们？还熄火了，我来看看怎么个事儿啊！钻头坏掉了，而且电池也没电了，快点快点，取下来，放在这个工作台上，先换一个崭新的钻头。然后再把电池给充上电，赶紧的，赶紧的！我们现在做的可是避难所最禁忌的事情，要是被抓回去，必定完蛋啊，兄弟们！赶紧的，赶紧的，把钻头再装回去，继续启动切割程序。希望这次不要出什么差错。好了，现在已经完成了一半了，咱们只需要继续。啊，我去，怎么又出问题了？没油和冷却液了，兄弟们！原来这玩意儿还是个混动的。螺丝刀，螺丝刀在哪儿？快点啊，快点啊，没时间了啊！这么一个小小的机器，怎么结构这么复杂？好的，打开发动机盖，先加油，再加冷却液。为了保险起见，我还是把螺丝给装回去。这下总行的吧？再次启动切割程序。从小就听说外面有什么怪物，但是我又从来没见过，所以我坚信这一定是他们的谎言。稳住，还剩1/4了。我去，这次问题有点大呀！最后1分钟，让你们见识下什么叫时间管理大师。先电池充上电，钻头也坏了，咱们又得换一个新的钻头。油也得加，加油，加冷却液，最后再把电池给装上，还剩最后几十秒，不然我们就逃不出去了。最后一点点了，启动。来了来了，他们都快到门口了，一定要逃出去啊！最后5%，出来单挑！要开了要开了，兄弟们，外面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世界？我已经迫不及待了。啊，终于打开了。啊，这完全不是他们所描述的恐怖世界啊，这不是春光明媚的吗？我去，走出来才发现，他们建立的末日避难所这么大，不是所谓的怪物去哪儿了？分明就没什么怪物啊，这一切都是他们的谎言罢了。什么声音啊？这是个什么玩意儿？不对不对不对劲儿，兄弟们，快跑！最近13号监狱有点火啊，兄弟们。那如果在全站模拟器当中把13号监狱还原出来，是什么样的体验呢？我相信很多小伙伴都会点赞的。首先第一步，还原里面的角色。第一个当然是人数最多的监狱囚犯了，他们身穿着一个连体衣，戴着一个防毒面具啊。不过这个防毒面具的里面应该还有一层头套，所以把他的脸给他遮起来，浑身上下是白色的，但是他的鞋子和手套是黑色的，最后再给他加上一个防毒面具。但是想要模拟出他们这个长得像猪头一样的防毒面具，一个防毒面具当然是不够的，我们再加一个，哎，这样叠加起来是不是就有点像了？不能说一模一样啊，相似度至少得有90%吧。但是在游戏当中，这些囚犯是站在原地一动也不动的，所以武器我们给他来上一个助手旗帜吧，把颜色调成隐形的状态，这样他们就不会到处乱走的。那么除了囚犯还有什么啊？当然是还有狙击手啊。可以看到这个狙击手他是浑身黑色的，就连他的面具也是黑色的，手上拿把大狙啊，这把狙有点厉害啊，连 UFO 都能打爆。所以在这里我直接给他来个巴雷特。哦呦，这巴雷特有点厉害啊，兄弟们，就是后坐力太大了。第三种，除了狙击手还有一类人，那就是工作人员。这里的工作人员都是穿着黄色衣服的，他们大多手上拿着一个手电筒，但在这个游戏里面没有手电筒怎么办？那就直接给他来一个火把。除此之外，我还在地图编辑器当中简单的模拟出了一个地图，再运用魔法把白天给调成黑夜，是不是很有感觉啊，兄弟们？来，接下来咱们还原一下游戏玩法。这是我们的观察员，而这是一群囚犯，在囚犯当中隐藏着大量的伟人，不止一个啊，兄弟们。但是没有关系，我们还有狙击手，拿着这么大一杆枪，我看谁敢乱动。但是由于游戏的限制啊，咱们只能下图去寻找伟人。来了来了，我老远就看到一个。哎，看到没有？这边一个触手怪，很明显吧，眼都不带眼的，直接给我坐下。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人群当中，哎，我又看到一个，我去，他的手居然能伸这么长啊，兄弟们！哎，你要干嘛？我去，赶紧的，把这伟人给消灭了，直接给我躺下。
哎，我感觉前面那个人有点奇怪啊，他长着尖尖的耳朵，坐在地上。但是这游戏的设定是啊，咱们的枪是打不到他的。这样，咱们找角度。哎，我跳，哎，这动作好魔性啊，兄弟们！咱们只有想办法趴在地上才能打到他。就是现在。现在的13号监狱啊，已经和之前大不相同了。它不仅变得电闪雷鸣了，而且现在我们想要从中找出伟人，更是难上加难啊！因为你们看啊，这些人他不仅衣服颜色发生了变化，而且他们现在变得有高有矮，有胖有瘦。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用无人机啊，这样一来就能很轻易的找到伟人。哎，这不还没开始过年吗？怎么就开始磕头了？来，狙击手准备。哎，你看他这不就正常了吗？等等，我好像又看到一个。哎，他这是咋了？我去，这家伙怎么都扭起来了？这应该是个纸片人。可以看出啊，这里的伟人个个都是人才，还有这种脑袋可以旋转180度的小东西，长得还挺别致的。狙击手准备。哎，话说你们看到这个人有什么异常吗？远远看上去还挺正常的，但是你们仔细看，背面看没什么大问题，但是正面看来问题就非常的大呀。但是往往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如果把异常现象藏在你的眼皮子底下，你能发现吗？我去，这么大颗眼珠子，它已经完全寄生在这台电视机上了。这谁想得到呢？直接打爆啊！说起藏在我们眼皮子底下的异常，除了之前一期我们发现的定时炸弹，其实还有更加恐怖的东西。你们看这是什么啊？如果没有及时把它消灭啊，它会主动攻击你。来了！所以下次遇到这玩意儿，千万不要犹豫，直接开枪。而且检查异常的时候呢，最好有一个抬头看一看的习惯，因为有的东西它是躲在你的头顶上的，就比如这玩意儿，它就静悄悄的躲在那里，不注意的话根本发现不了啊！这是真的狗啊，兄弟们，一条骷髅狗。除此之外，有的时候你还能在头顶上发现 UFO， 我操，牛逼！直接把月亮都给挡住了。我本想飞过去看一眼的啊，但是怎么飞都飞不到它面前，甚至飞到了足够的高度，你还能在天上发现2个月亮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往下看呢，就会发现啊，其实这监狱的样子是长这样的。不过我觉得这狙击手还是挺牛的，连飞碟都能打爆。接下来注意游戏中非常隐秘的异常，就比如这个角落，你们看出什么异常了吗？没错，仔细看啊，你们就会发现这里面居然藏着几只手啊，兄弟们！我相信很多人玩的时候啊，都会把这细节给漏掉。还有一个更加隐秘的异常，也不是说很隐秘，但是90%的人都会忽略这个细节。你们玩的时候注意到过这个异常吗？没错，这个旗帜它改变了，原本这个旗帜应该是长这个样子的，这谁想得到呢？但是你们知道这游戏当中藏得最深的异常是什么吗？没错，就是你自己。后世拆迁队登场，爬行怪是吧？是我雷神之锤。这是这个游戏当中最简单的一个怪，他们都是被感染的研究人员。这下死透了吧？来，给你看个厉害的。后世大蜘蛛，记得这家伙一定要躲远一点，打完就跑，因为它可以远程攻击，拉开距离再来一锤。你们看它远程攻击的威力有多强？我去，墙都给打坏了！不行了，不行了，来口杏仁水啊，在这里面有加血的作用。来，与我堂堂正正的决斗吧！我去，我勒个烧烤！这家伙更猛啊，兄弟们！触手怪，移动速度极快，重点是还很难打。别追了，兄弟，别追我了，咬住不放是吧？8、10、8、10、8，看我都打了多少锤了，还不死，一个都这么难对付，那一群怎么对付呢？但是我们可以从这边看到，他们的弱点在于他的触手，所以办法就只有一个，掏出小手枪，瞄准他们的触手。来吧，谁跑谁是梗。等等，我换个子弹，给你们表演一个绝活。去死吧你！其实刚才的怪物都是人类变的，他们都是受到这个实体的影响。接下来我们来到更加恐怖的另外一个层级，这是一个被水淹没的地下停车场，在这里面有一种新的实体啊！你们看墙上写的啥？它是隐形的。我顿感不妙啊，兄弟们！不是，他在哪儿啊？这实体，来了，他就在我的身后，但是我跳不上去啊！哦呦，咬我一口，看来他有个弱点啊，他只能待在水里面。哇，看到没有？我看到他了，用小手枪打他，根本打不到啊，兄弟们！
所以就只有一个办法，丢出我的雷神之锤，这能把他给引开。他走了，所以趁这个间隙，我们赶快跑。来了，他又来了。赶紧的，咱们要转动这个阀门才能逃出去。快点啊，我去！哇，好痛，差点就嗝屁了。接下来来到第3个层级，它们可以是任何东西，也就是说啊，这种尸体它会伪装啊，就比如这个箱子，啥呀这是？还好我小手枪给力，不然就嗝屁了。你们看前面这个椅子，我觉得有点不对劲。不过我感觉这小手枪的火力还是不得劲儿，所以我决定去拿一件非常厉害的武器——龙息霰弹枪。只需给它装配上一个消音器，再配上一个8倍镜，这样打起来，是不是感觉有点不得劲儿啊，兄弟们？那这样呢？直接一枪一个，拿上这把枪，我就是掌管后世的神。我觉得13号监狱当中最离谱的事情，就是这么大一条鳄鱼就这样大摇大摆走进去了，而周围的人就像没事人一样，没有任何察觉。特别是这个工作人员，你这么一说也是，但是我没看见。所以做这个工作啊，容不得一点小失误。就比如这里，我远远的就看到一个很明显的异常。你们看啊，这里有个毛茸茸的家伙，看上去像是一个狼人啊。但是我们把镜头拉近的时候，就会发现这狼人怎么长得像狗一样？原本我是可以一枪把他给消灭的，但是问题就是前面挡着一个人啊，我一不小心点错了，点到了挡在前面这个人，狼人直接混进了人群里。但这个游戏的设定也只能开1枪。说真的啊，找这个异常真的太费眼睛了，兄弟们。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派出无人机，直接啊360度无死角观察。我看到了一个异常，哇，这又是何方神圣啊？有人认识他吗？恐怖杰森都来了，手上还提着一把大刀，这把他放进去，这监狱不得搅翻天啊！不过我记得这家伙是免疫物理攻击的吧？来，我们试下。好，成功将其消灭。这个游戏里面，你不仅可以看到杰森，你还能看到一个显眼包，他就站在地图的最中间。我去，这家伙在干嘛呀？唱跳 rap 是吧？直接给我拉出去毙了。在这所项目编号13的监狱当中，潜藏着大量的伟人，他们把自己隐藏在密密麻麻的人群当中，而你的职责就是观察异常的事物，来找到他们。像这种一看就有问题的，咱们就派出狙击手将他消灭。那么这个时候，整个监狱都进入了紧急状态，所有人都向着大楼撤离。那么最后，如果绿灯亮起了，就代表咱们成功找到并消灭了伟人。反之，如果是红灯亮起的话，就代表伟人混进了大楼里面，就会发生非常可怕的事情。所以观察的时候呢，我找到一个诀窍，直接开启夜视仪，先拉远看一眼。有的伟人他好像不太会隐藏自己，就比如这个啊，人家都是穿着白色衣服，而你却偏偏要穿个黑色衣服。当我们把镜头拉过去看一下，可以看到啊，他连脑袋都没有，这不是伟人还是什么？直接给我枪毙了！还有更明显的，你们看这家伙
你这什么造型啊？直接基因突变了是吧？这些伟人都是属于演都不带演的那种啊，简直不要太明显了。但是有的伟人他就很聪明哦，他们至少懂得隐藏自己，如果不仔细看的话，根本看不出来。就比如这个方向我观察到了一个异常，不知道你们看到了吗？可能现在还不太明显啊，但是让我们把镜头拉近，打开夜视仪，哇，这家伙长得有点奇怪啊，我们走上去看一下。我去，你头去了啦，兄弟！狙击手准备，直接枪毙。接下来还有个更难找的，不过有点巧合啊，我一上来就看到他了。你们看到他有什么异常了吗？他的手长得有点奇怪，但是不是很明显，一不留神可能就漏掉了。送走，下一位。哦呦，你干嘛？这癫痫病犯了吗？但他除了动作异常身体长得和人的一模一样，那就不好意思了，只能当伟人处理了。但是你们知道吗？有的伟人他根本就没有潜藏在人群当中，所以找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呐，别看到地面上没有异常就轻易放过去了。我们还可以检查其他地方。看到没有？他在楼上啊，兄弟们！哦呦，当你还在苦苦寻找的时候，人家都已经吃上了，吃得可香了，没什么好说的，直接枪毙。但是还有更让你意想不到的地方，就比如这个时候我正在找异常，但突然天上出现了一颗飞弹。第一次遇见他的我，只是呆呆的看着，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，甚至还有点满怀期待的。没想到，我去，原来是一颗核弹啊，直接炸球了。当时我还没反应过来啊，其实这玩意儿它也算异常，所以后来我又碰到了它，它从另一个方向飞过来，想飞过来呢。这个时候呢，咱们只需要把镜头瞄准它，然后点清除。然而还有更离谱的，只是我听到几声滴答的声音，于是我猛然回头，一颗 C4，但是我手速慢了一点，就被炸死球了。如何在游戏中还原巨物恐惧？这是游戏中的凯之巨人，比坦克都还要大，而当他进入战斗状态的时候，一拳就能把坦克锤飞。但即使这样，也不足以让人感到巨物恐惧，所以我给他换上了这样一张阴森狭小的地图。在这么一个狭窄的街道，一个高达9米的巨人向你缓缓走来，这样压迫感不就来了吗？但如果他是怒吼着向你冲过来的呢？而这也只能算是青铜级的巨物恐惧。接下来一个，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扛得住？这是一个建立在小岛上的城镇。有一天你睡不着，半夜起来看灯塔，但突然你发现有点不对劲儿，于是你回头一看，这个场景有没有看到你头皮发麻呢？如果就这么小一头龙都能把你吓到，我劝你还是别往下看了。可以看到高大的灯塔和这头龙比起来都算是小儿科了，但我觉得最能触发巨物恐惧症的事情，就是它慢慢的向你走过来的时候。有没有感觉心跳加快啊，兄弟们？接下来黄金级巨物恐惧，这是一个非常压抑的环境，月亮散发着红色的光芒，宛如世界末日。然而当你抬头一看，第4个场景，深海恐惧加巨物恐惧，这是一处海上设施，但今天的气氛看起来格外的诡异。你似乎感应到了什么，于是你回头一看，我去，这个场景真的是压迫感拉满了，好吧？一条100米长的巨蛇，它只露了一个头出来就这么大了，这个时候一定要抓稳了，不然就会像我一样，直接被它给震飞出去。深海恐惧加巨物恐惧的双重恐惧。如果有人说一条蛇还不够压迫，那多来几条呢？接下来第5个场景，怪兽大战，巨蛇大战巨型恐龙。我去，这场面堪比奥特曼打怪兽啊，兄弟们！来，我们跳到水里面，来感受一下极致的压迫感。那么你们觉得这个场景满分10分恐惧的话，你们能打几分呢？接下来我要放大招了，兄弟们！来自头顶的压迫感。温馨提示：你现在可以呼吸。但是你以为这个场面就已经足够压迫的时候，我再给它加上一条哥斯拉。哥斯拉一上来直接发动原子吐息。作为一个渺小的人类，我们现在能干嘛？只有躲到房子里面，期盼着战斗早点结束。我去，不行的，房子都要给震塌了。这时候我本来是想开船走近一点看的，但是没想到我连人带船直接给震飞球了。来，这边先来一个加农炮啊！
要打仗了，兄弟们！这边再来一个迫击炮，这玩意儿一打就是一群，不过需要10颗星啊，咱们现在还剩22颗星，那就再来一个吧，直接火力覆盖。剩下12颗星呢，咱们再来2个士兵塔，刚好用完，1颗不剩。好了，现在咱们部署完毕，直接点击战斗开始。来了，第一波登场的是机器人。不过这加农炮的威力有点弱啊，兄弟们，需要3、4、5发才能消灭一个。哦呦，你们看这飞行单位，小飞机直接畅通无阻的，好像炮弹是打不到他们的。那么这该咋办呢？哎，这个时候士兵塔就发挥作用了，赶紧的，千万别把他们放过去啊！这士兵塔的威力很小啊，但是对付这种飞行单位就是专业的。哎，很简单啊，第一关成功通过，现在咱们获得了6颗星啊，还能再加一座士兵塔。但是我选择不加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用这6颗星可以直接召唤2个步枪兵，先来一个，再来一个。这步枪兵是比较灵活的作战单位，咱们可以把它放在任何一个地方，先把这路口给我守住。但是我没想到的是，就这几个加农炮就把他们给打死球了。现在有10颗星了，咱们再来一个加农炮，我相信后面他们的进攻是越来越猛的。你看我没说错吧？这小蜘蛛跑得这么快，还好我早有准备。哎，他们不走中间，而是走旁边，还好咱们步枪兵打得到啊。这家伙怎么回事儿？完了，冲进去一个啊！不过问题不大，咱们有3格血，现在还剩2格。好了，第4关咱们再次增强火力，又来了一个加农炮，剩下6颗星，再来一个投弹兵。这投弹兵应该是个群体伤害，要不把它放在最前边吧。来试下咱们投弹兵的威力。哇，这也太弱了吧，兄弟们！这小蜘蛛都要打老半天啊！那你们说这狙击手咋样？把它放在最后边，这狙击手的射程应该很远的吧？一枪能贯穿半个地图，不过看上去威力有点小。还有这玩意儿，机枪手，你说这机枪手是放在前面好呢，还是后面好呢？哎，你看这样就起效果，不错，这机枪手我表示很喜欢。完了，但是这边就很难受了，不会挡不住吧？回防！哇，这步枪兵走的也太慢了吧！还有这狙击手在原地发呆，还好咱们加农炮得劲儿。其实这里面的东西都是可以升级的，就比如这加农炮，咱们可以给它提升1级，但是需要消耗12颗星。来，你们看现在我的实力很强了吧？满地图的士兵，我觉得还不够，我还要再加，直接给它加满。机枪手放在最中间，我就想问，就这么强的火力，还有谁？哇，这什么情况？难道说打了老半天还要打个 BOSS 才能通过啊？我去，这家伙看上去挺猛的啊，兄弟们！杀！完了，兄弟们，这也太刮痧了吧，根本挡球不住啊！来，投弹兵，看你的了，上去把他给炸了！啊，还可以发射钩爪！完了，投弹兵英勇就义，被他抓过去的玩具兵都被当场融化了，然后再将他们变成一滩滚烫的烂泥，再发射出来。愣着干嘛呀？往前冲啊，兄弟们！不然射程太短了，根本打不到。完了，这3个狙击手全被融化掉了。所以这样看来，玩具兵不能放在一堆啊，不然就是群体伤害。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继续召唤士兵，尽可能的拖住他，继续召唤，疯狂召唤。他的血量现在已经很少了，咱们再加把劲儿。2挺机枪对着他疯狂扫射啊，终于把他给耗死球了。但是万万没想到啊，他的血又回上来了，兄弟们！就在这个时候，终极大 BOSS 出场。这是迄今为止最真实的宇宙模拟游戏，看到最后一定会让你们大饱眼福。宇宙中的场景到底能有多壮观？这是一颗距离地球10亿光年的星球，我们现在正在上面以超音速飞行。来，继续加速，直接把速度提到100千米每秒。很快啊，我们就来到星球的另外一端，这里全是高山。好的，我们在这里选择一个合适的观景点，打开时间加速，让速度提升10000倍。这样一来，天上的星球就转起来了。来，继续加快30000倍。这将是你们在现实当中永远也无法看到的场景。在这个星球上，太阳永远也无法落下，而是在天上转圈圈。这就是传说中的极昼。来，我们继续加速，向一个方向飞过去，就成功飞出了大气层。那么，一颗有极昼的星球，它必定是有极夜的。那在这颗星球的另一边，我们会看到极光。那么，极光能有多美呢？我们慢慢的把镜头给移过去，
再加快时间，我们就可以看到斗转星移的壮观场面。那么这颗星球一面是白天，一面是黑夜，那白天与黑夜的交界处长什么样子的呢？来，打开时间加速，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太阳从北边升起，再从南边落下，这晚霞简直不要太美了。然而它和这颗星球比起来，完全就是小儿科啊！因为这颗星球是一个典型的巨物恐惧星球，生活在这颗星球上的外星人每天都能看到一个巨物挂在头顶，这得多压抑啊，兄弟们！哎，前面那是什么？好像是一座火山啊！压迫感拉满，但不得不说，这折射出来的光也太美了吧！然而，如果我们来到这颗星球的另外一边，就能看到如此美妙的夕阳。但是你们发现没有，星球周围有很多闪闪发光的东西，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吗？我们随便找一个。没错，它们就是这颗星球的卫星，俗称月球啊。不过也太小了吧？那如果我们在这颗小月球上，能看到什么样的场景呢？巨物恐惧症又犯了，兄弟们！最后我们再把时间加速打开，简直不要太绝了！我们来了！既绝高下，也绝生死。听说最近恶魔轮盘又更新了很多新的道具，所以你们看到了，兄弟们，我又来取钱了。这次更新了几个你们从没有见过的道具，这是华子，一个针管，一部手机，还有小刀。第一局3发空弹3发实弹，不过这局我先给你们演示一下道具。首先是这个肾上腺素，能够偷窃一件物品并立即使用。这个扎上去怕是有点痛哦。我们先偷窃大哥一件放大镜用用，先看一下子弹。第一发就是实弹，直接锯掉枪管，这样一来伤害翻倍，瞬间打掉大哥2颗血。现在还有3颗空弹2颗实弹，大哥使用道具喝了一瓶汽水，退掉了1颗子弹，他又抽了一根华子，加了1个血。哎呦，这大哥也太墨迹了吧！大哥要干嘛？大哥要对着自己开枪。No， 别慌。哦呦，现在只剩下2颗空弹了，没什么好说的。No。第二把又出现了新的道具，一盒药品，还有一个这玩意儿不知道叫什么名字，一个放大镜，一个肾上腺素。2发空弹1发实弹，来先看一眼。哎，运气有点好啊，第一发就是实弹，但现在大哥只有1颗血，这不直接把他给打死了吗？所以我先用这肾上腺素借大哥汽水用用，把这颗实弹给退掉，这样一来就只剩下2发空弹了。但是别急，我们用这个道具，这玩意儿叫逆转器，它能够切换实弹或空弹，也就是说啊，接下来的1发空弹被我们变成实弹了，没啥好说的，直接送走大哥。来，第2关啊，又出现了新的道具，一个小刀，一个放大镜，一个逆转器，一盒药。这药是怎么用的？待会儿你们就知道了。2发空弹，2发实弹。来，第一发先拿放大镜来看看，空弹啊打自己，然后我们接下来再打一枪。接下来2/3的概率是实弹，概率很大，那就给大哥来个双倍火力吧。去你丫的！大哥直接被干掉2个血。接下来他的离谱操作就来了，看好了，他用肾上腺素抢走了我的药。那么这个过期药品的作用呢，就是有40%的概率增加2个血，否则就会扣掉1个血，这就有点纯靠运气了，兄弟们。看这大哥，到我开始表演了。去世！哇，这药效这么快的吗？大哥就只剩下1个血了。看大哥这把运气有点差呀，他怒了，他直接锯掉枪管，准备给我来发大的。还剩1颗空弹1颗实弹，是空弹呀！这大哥今天也太倒霉了吧？那就轮到我了，1颗实弹献给大哥。
第3关3格血，2发空弹1发实弹。现在咱们手上一个手机一个放大镜，那么这手机的作用呢，可以预测未来，它能够给我们提示，第2发子弹是实弹，那么第1发就是空弹了哟。我也不占你便宜，我1发，你1发，这很公平吧？大哥气疯了，他老毛病又犯了，他又想吃药。那么这次他能否成功加2格血呢？啊！